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噩梦。鬼叔，以下描述均为近1年间的亲身经历，不管大家信或不信，但确实是让我害怕，特别是想有人聆听的诡异经历。我家在深圳，因为家里换了新房，新房呢还在装修，所以在同一小区租了一个单元暂住。这个单元是全新的，刚装修好，就遇上了我们。简单的看了看房就入住了。在刚搬进来的时候是刚装修好的一间空房，只带了些基础的煤气炉子、卫浴以及空调，没有任何的家具，地上甚至都是刚装修好未清理的样子，是确定没有人住过的。住进来2、3年了，其实并不是时时都发生可怕的事儿。我们对于灵异和鬼神其实是抱着非常尊敬并且相信的态度，所以作为租客，在别人的房子里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就和自己家一样的爱护。偶然的家里没人，但房间里呢就是有一些古怪的声音传出。像这样的现象，我们一家其实都有些习以为常了，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和害怕。灵异的东西就算是有，我们也是想着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只要不是太过吓人，比如亲眼所见，那都算小事儿。其中有3次经历是让我一想到就起鸡皮疙瘩的。第一次是梦境，我妈妈住的房间是主卧，有一次梦见我站在妈妈房间里的卧室，站在镜子面前，我看着镜子里有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男士从我的身后经过，边走呢边侧向镜子看着我，我非常的害怕，一转身就想离开浴室。可一转身，一位身材比较矮小的短发白发的老奶奶就站在了浴室门口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我直接大叫着惊醒，心中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是噩梦。但我也确确实实地能感受到，这梦中的人并不是凭空发生的。后来我也和家里人说了，他们讲这大概呢是这屋主已逝的家人。其他地区的风俗呢不太了解，但对于广东的话，确实是有新屋新宫的，会烧香供奉，请祖宗庇护看守这样的习俗。第2次呢是半梦半醒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上面的梦境是真实的呢？接下来引出了第2次经历。我常常在午睡期间，如果熟睡了就会出现意识清醒，想醒过来眼睛可以微张，看见周围实时的景象，但却需要挣扎很久，身体才能动，才能真正醒来。这么些年，一般都只在白天睡觉，熟睡了以后才会这样。经历过的朋友应该明白，真不是开玩笑，是很折磨又很害怕的。我也是一样的，有些习以为常了。这近半年的某个周末下午，我也在睡午觉，也是一样的发生了上述的情况。我又一次的睁一半眼能看到房间的景象，我的床是挂了蚊帐的，我又看见了上一次梦境里的那对男女。现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我一想起他们的样子，都是起鸡皮疙瘩，心跳加速的。当时他们侧着身，头转向了我的这边，盯着我看。当时的我已经不知道该先挣扎身体，还是先大喊让自己尽快的醒来。不过他们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，没多久我就醒了过来。我知道他们应该是显现出来给我看了。这第3次也是梦境，梦见我在浴室，是从镜子里看到一个穿着深圳校服的小女孩从浴室门外跑过，大概是小学1、2年级吧，来回各跑了1次，忽然又出现在了我的旁边，睁大了眼睛，歪头看着我，没有阴阳怪气，只是小朋友的声音，
严肃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我呢，拉着弟弟往外跑，跑到了电梯间，想坐电梯下去。电梯门打开了，有一个穿着顺丰服装的小哥就站在电梯里，但可怕的是，电梯门口还站着一对双胞胎，两个男孩看起来3、4岁，穿着儿童的戏服，像是超人造型的小披风，也想着百无禁忌往里头走，但我弟弟不肯进，我就也想着从电梯里出来，但梦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阻力非常的大，需要吃力地走出来，忽然就惊醒过来，是7点30分。这些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了，噩梦居多，但我自己知道非常的真实，也都是有含义的。包括妈妈也和我说过，她在这里遇到过的可怕经历，大多都是在晚上睡着以后发生的。比如，清晰地感觉到有人坐在床上有重量，但人一时间的没法马上醒来，只能大叫。这些就不多描述了，毕竟是妈妈转述给我的。平时我也经常看鬼叔的视频，一些经历呢非常的离奇，但我始终抱着尊敬的态度，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是。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，也因如此内心释压了一些，希望以后都能平安顺遂。平行世界。鬼叔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怪事儿。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小朋友，其中呢，一个玩得最好的女生，我称她为 L。 我们幼儿园的人并不多，一个班大概是20人左右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一天早上，我爸爸送我到幼儿园，在门口正好碰到了 L 的妈妈也来送她，我就跟 L 打招呼， L 的妈妈呢也让她跟我打招呼。但很奇怪，当时 L 并没有理我，甚至用一种特别陌生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看着他，他并没有理我的意思，好像也是不想跟我一起走。我呢就先进去了。L 的妈妈当时在门口给他收拾东西，就晚我们一会儿进。但是当我来到教室之后，我惊讶地发现 L 已经坐在了他的位置上。但刚刚明明看着他还在门口等着他妈妈，怎么一转眼就进来了？而且进入教室的路就只有一条，如果他跑步超过我，我肯定能看到他。我就过去问他，你是不是在门口等着你妈妈呀？他看着我说他早就进来了。当时因为年纪小也没有太在意，但自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突然变淡了。他就好像是不认识我一样，不理我，也不跟我玩。多年以后，我想起来，顿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。其实，我不知道小孩从多大开始记事的，甚至于说，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，能记住的也只有这些比较奇怪的事儿了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记得很清楚。我总觉得现在的 L 并不是这个时空下的 L，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